过了头七的就自己走吧。秘书，你见过鬼没有？别乱拍人家肩膀。为什么？没听过人有3把火吗？你乱拍人家肩膀，万一被你拍灭了，就会出事。大叔，什么年代了？你怎么这么迷信啊？我的名字叫阿英，是一个新来的遗体化妆师。由于我出生在新时代，根本不懂这些老一代的规矩，只要把那些死人妆化好，能拿到工资，我管他什么妖魔鬼怪。下班以后，我感觉家里变得怪怪的。就在我四处查看的时候，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朋友们早就在家里等着给我庆祝生日。好闺蜜阿美闻到我身上有一股怪味，我以为是我刚刚给尸体化完妆带回来了死人味，于是就让他们在原地等我，我要到浴室把那股味洗掉。可就在我进入浴室后，朋友们发现门口多了一个人。门口那个女孩是谁呀？啊，不是跟阿英回来的吗？不认识啊。他们见对方是个女孩，就让阿美邀请她一起 happy。可当阿美来到门口时，发现女孩已经不见。可阿美定睛一看，发现女孩居然躲在黑暗处。等我洗完澡出来后，发现他们居然都不见了，还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就在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手机没有设密码，相册里是一个陌生女孩的相片。打开通讯录后，发现机主发来了语音：我是手机机主，我捡到你的电话，你想我怎么还给你啊？在聊天中，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美美。奇怪的是，大夏天的，她告诉我她那里很冷，我就调侃她我这里有火，让她过来取暖。结果下一秒，好啊。过了一会，美美发来语音，想要让我帮她做件事。我告诉她，除了借钱之外，其他的都可以。帮我找东西。找什么？很重要的，找不到我就回不了家了。随后他便约我在天桥见面，可来到天桥后又不见他的人。就在此时，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于是我便跟随着视频的脚步一路来到了一家猪肉铺。我以为美美丢失的东西就在猪肉铺里，于是就进去寻找。我打开冰箱一看，被吓了一跳，里面居然有一具女尸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动静，我急忙关上冰箱，藏在了砧板底下。眼看一个男人拖着编织袋进入了猪肉铺，我强忍着恐惧感，不敢发出声音。在男人将编织袋放在砧板上时，一条女人的腿垂落了下来，紧接着整个砧板开始剧烈的摇晃。3分钟以后，砧板停止了晃动。我偷偷向外看去，发现男人正在换衣服，我就想偷偷溜走。我一时紧张，头撞到了卷帘门上。就在我快要逃出大门的时候，男人突然出现，将我打晕过去。随后，男人便推着2个编织袋来到了仓库，当然，其中一个里装的就是我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已经被绑在了沙发上，而跟我一起进来的那个编织袋却诡异的向我移动。就在此时，男人再次出现，我立刻假装晕倒。随后，男人便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具女尸进行分解。见到这么惊悚的一幕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站起身来就要逃跑。可我丝毫没有注意到，脚上居然被拴了绳子。男人见我摔倒在地，轻蔑一笑后，就拽着绳子把我向回拖。我自然不会束手就擒，急忙抓住一旁的桌子反抗，桌子上的黑色弹珠散落了一地。男子见状非常气愤，丢下绳子就向我冲来。我一把就抓下了他脖子上的护身符，将他踢开。就在男人想要继续向我冲来的时候，一旁的编织袋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。就这样，我看到无数年轻女孩的亡魂出现，将男人活活吊死。就在此时，美美又给我发来了信息：谢谢你，你帮我们找回了钥匙。此时我才知道，这个表面上斯斯文文的男人其实是个变态杀人狂。早在几天前，我也是他的目标。那一天，我在经过小巷时，一只手把我拉到
摔倒在了流浪汉旁边，这也破坏了男人对我猎杀的计划。而当时他退的编织袋中装的正是美美。这一次是我无意间摘下了男人的护身符，让无数少女的冤魂得以报仇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我改变了以前的态度，深知有些禁忌不能触碰，开始兢兢业业地为每一个客人化好妆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